当时的红色高棉是怎样把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推行一系列激进的野蛮的变革，把城市当作邪恶，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杀害，废除货币，取消了家庭，禁止私人财产，目的是把柬埔寨变成由农民控制的土地合作社。3年8个月20天，200多万人被杀害。之前全国人口仅为700万，整个国家人口减少了1/4。后来国际上把红色高棉定义为种族灭绝事件。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柬埔寨那段黑暗的日子。他们以前面对的这些铁栅栏是何等的绝望。当时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怎样把一所高中变成人间炼狱的？在3年的时间里面屠杀了200万柬埔寨人，导致这个国家损失了1/4的人口。我身后就是土司连博物馆，也是当时关押个2万多人的一个场所。前面的视频我们说到，柬埔寨在独立之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呢好景不长，和平发展了10几年之后，在1970年的时候呢，柬埔寨全面陷入了内战，由朗诺夺取了政权，推翻了当时的西哈努克。随后在1975年的4月17号这一天，红色高棉赶走了朗诺。朗诺是美国扶持的政权，当人们欢天喜地的以为赶走了美帝国主义，迎来了真正幸福日子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真正的黑暗却来临。从此柬埔寨陷入了3年的红色高棉时期，也就是柬埔寨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这里就是那所关押着2万多人的一所高中。Hello, Tiki. Without oil, include oil 10. 这个就是那个讲解器。OK， 它这个是到哪个景区按一下就有中文的讲解。这场大屠杀呢，它既不是因为仇恨，也不是因为侵略，而仅仅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他想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一个社会，他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实验品。在1975年4月17日这天，红色高棉彻底占领了柬埔寨，并把这一年定为0年。随后的3年，他把整个国家变成了没有围墙的监狱。昨天晚上我看了关于红色高棉的一部电影，讲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是朗诺的军官。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的3天时间，几乎是把金边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都赶到农村里面。这个电影就记录了他自己真实的遭遇的一些事情。红色高棉推行了一系列激烈的变革，把城市当作邪恶，所以他要消灭城市，消灭货币，消灭学校，消灭医院。在那个年代，婚姻都不是自由的，婚姻由国家分配，夫妻结婚后不能住在一起，半个月才能见一次，生下了小孩也不属于自己，小孩也是集中进行管理。可以说是我感觉整个国家像是处在监狱里面一样。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叫做大清洗。今天我们走进了这一所学校，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将离开这里，但是在那个时期进来的人却永远的长眠在了这里。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揭开那一段历史。可以看到这里它曾经是一所高中，曾经培养的下一代的地方。但是在红色高棉时期，这里关押了2万多人。在最后1979年1月7日越南打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了14具尸体和7名幸存人员，也就是说2万多人只幸存了7个。这里有一个墓碑是联合国发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希望这惨痛的事件不会再重演。这所高中呢是相当大的，它有4栋教学楼，这4栋教学楼全部变成了监狱。大家一定好奇，那这里既然是监狱，是不是关押着一些犯人，是不是关押着做错事的人？然而并不是的，他们关押在这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老师，他们是医生，或者是他们是商人。在这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犯罪的。这个是 A 栋教学楼，教学楼本应该是四面通风，非常凉爽的，但是红色高棉占领这里的时候呢，把这边所有的窗户用木板给封死，里面还装了铁栏杆。现在来到了 A 栋的1层，1层里面的10间教室，每间教室呢都会有一张床，这就是当时行刑用的，或者是拷问犯人用的。在这间审讯室呢，它有一张桌子，这个是当时审讯犯人时候用的。这里审讯犯人也是极端的残忍，
因为他所提供的证词必须要满足审讯者所期待的。如果他们供词审讯者不满意的话，就揉成一团丢掉，继续审讯，甚至被电击。被电击的时候不可以哭，不可以叫。这里有一个安全纪律，我翻译了一下，大致是说你必须回答问题，不要拒绝我，不要试图通过这样那样的争论来掩盖事实，别装无知。你必须立刻回答我的问题，不要浪费时间思考。在接受鞭刑或电击时，绝对不能尖声大叫。审讯者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准反抗。这里面有150名审讯者，就是这边的工作人员，他最后也变成这边的囚犯。据说当年发现这里之后然后好几个月的时间，这边的气味都久久不能散去，甚至于今天我们依旧能够在地板上面看到一些影子。大家看一下这些这些都是目前还无法清理的。还有就是来到这个集中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光所有人的衣服。这个是当时发现的堆积成山的衣服。因为他们觉得衣服是人类最后的一个尊严，他要把最后的一个尊严给它扯下来，所以当时进来的所有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被扒光衣服。他们是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一旦大人被安卡就是他们说的组织，被安卡说是有罪的话，你就有罪，并且你的小孩都会被带到这里。当时不仅仅是犯人被带到这里，他的一家人都会被带到这里。这个大木框架原先是用来给这边在校的学生做体育运动用的，攀爬之类的。但是呢，在红色高棉时期，这个是脚架，但是这里不执行死刑，这里只折磨人。他们把人先吊起来，吊起来之后人会晕，晕了之后呢，他又把它降下来，降到这个缸子里面，让他清醒过来。而这个缸子里面装的呢，就是混着屎尿的一些东西。那么这场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最终的领导者是谁呢？我们一起去 B 栋里面去看一下。这位就是红色高棉的领导者波尔布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现在，波尔布特这个名字在柬埔寨都是一个禁忌，人们不愿意提起他，因为提起他都是一些伤痛的一些记忆。波尔布特的极端乌托邦愿景摧毁了这个国家，他的这个极端乌托邦愿景被证实是失败的。这张图里面的这个人，他曾经是红色高棉的商务部部长，但是他后来也被带到了 S21。这张地图显示的是红色高棉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往农村赶。他们在夺取政权的3个小时后，就跟所有的人说，美国将轰炸这里，为了保护他们，所以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还跟他们说3天以后就回来。有些人甚至还打扫自己的家里。在3天的时间，整个金边就变成了一座空城。这个柜子里面放的是受害者的衣服，这个黑色的衣服就是红色高棉当时的一个工作人员穿的衣服。他们被剥去了衣服，说明他们已经不再是革命者。这个是当时被赶到乡下去耕作、去劳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人被分为3个阶级，第一个是农民，第二个是被带到农村的城市里准备改造的人，第3个就是犯人。这些犯人并没有犯什么罪这些照片是 S21的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年轻，他们年龄最大的不过20来岁，很多都是10来岁的小孩子。这个照片是女性的一些工作人员，这些女性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以文书工作或者是厨师为主。看到这边头上别发甲的就是干部。当人们被赶到乡下之后，他们并不能使用比较先进的农耕的一些工具，反而是回到了比较原始的社会里的一些耕作方式。这个是装大锅饭的缸，当时他们是采用一个集体劳动和集体分配粮食的一种方案，但是他们每天分到的粮食非常非常少，少得可怜，甚至一天只有几厘米。烈日下繁重的劳动加上吃的比较少，导致了很多人死于饥荒。这里展示的是囚犯的照片，他们没有姓名。到这里之后呢，他们只有他们自己身上的编号。这几张照片是一家人，
这一对夫妻呢是一对工程师，他们因为掌握技术而被抓到这个地方来，连带着他们的小孩也全被抓了进来。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个照片，这个女的，她是因为当时跟当时的一个军官相恋而被抓到这里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爱情胜过于对组织的忠诚。在 S21当中关押的不仅仅是他们柬埔寨人、高棉人，还有很多外国人，包括越南人、日本人、英国人，甚至于其他国家的人。这2位呢是2个外国人，这位是新西兰人，这位是英国人。当时他们2个梦想是环游全世界，但他们的船航行到柬埔寨海域的时候，他们被抓获了，他的朋友当场就死亡了，而他被带到了 S21。他被迫供出了一个间谍网络，而可笑的是，这个间谍网络都是当时的一些流行的一些艺术家，包括一些流行的歌手等等。这在西方看来就非常的荒谬。他在被带到 S21 2个月之后也被杀害了。在这些受害者当中，有不少都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这些受害者在当时肯定都曾经想过撑下去，想过被救援，但是到最终都没有人过来帮他们。更夸张的是当时红色高棉写了150多封信给在国外的一些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叫他们回来建设祖国。而这些人怀着满腔热情回来建设祖国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却被捕了。这些铁枷锁呢，是将人都绑在一起，每一根枷锁上面都可以绑着9个人，所以当时他们基本上是9个人同时站立，同时坐下。如果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要站起来或者坐下来，就要问其他人要不要站起来或者要不要坐下来。甚至于如果上厕所的话，9个人是一起上厕所。很讽刺的是，现在人们把波尔布特的肖像关在这个铁笼子里面。这些犯人是在审讯的时候中途被死亡的，这个是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犯人只能在交出供词或者是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之后，被拉到这个屠宰场进行一个杀害。这个是在郊区的一个屠宰场。如果有工作人员在审讯的过程中让这些犯人死去的话，他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如果提供不了一个合理的理由的话，这些人也会变成犯人。在里面看的太过压抑了，真的太压抑了。我看到这里的很多外国人都在非常认真地聆听讲解器里面的内容，而且表情都非常的凝重。在这里当时也是有医务人员的，但是医生都被杀害了，哪里来的懂医学的人呢？这些人都是培训不到4个月就已经上岗了，在犯人受到酷刑之后被拖去治疗，而治疗的手段就是往他们的伤口上面泼盐水。还有维生素 C 被当作让人恢复体力、恢复精力的一个药丸，但是呢，他们制作维生素 C 的东西是面粉、糖和醋。这些医务人员在学习医学知识的时候，甚至于拿活人进行解剖。当他们前线的士兵需要血液的时候，他们就会拿活人抽干他们的血。这栋是西洞，西洞保留着1979年发现它时候的原来的样子。可以看到它跟其他不一样的是加装了铁丝网。当时是有一个犯人从高楼跳下来自杀，这之后呢就安上了铁丝网。这里的犯人是被不允许进行自杀的，不允许死的，他们只能被红色高棉的人处决或者在这里被折磨，但是他们没有死的权利。曾经有个犯人在审讯的时候用笔捅向了自己的脖子，成功的自杀了。还有一些人呢，拿着煤油灯往头上浇。在这里的犯人他是想方设法的让自己能够早日的解脱。这里 C 洞它是关押犯人的地方。这个原本呢，它也是一个教室，然后他们就用很多砖头把这个房间里面隔成一个一个小间。它这个牢房特别小，就这么大概就2平方米吧。在这个牢房里面完成所有的事情，吃喝拉撒睡。地上这3样东西这个是锁犯人的时候用的这个脚铐。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是不可以让这个脚铐发出任何声音的，如果发出声音的话要被毒打。这个是上小号用的，这个是上大号用的。他们在上小号跟大号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把自己的尿液或者屎拉在外面。如果拉在外面，他们就会被强制要求用嘴把它舔干净。这一排呢是他们当时放钥匙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前面这里做的标记啊，可能是一个不会数字的人做的一个标记，而在这个地方呢，是当时一个会写阿拉伯数字的人做的标记。因为当时有文化、会知识的人都被杀光了。刚才的1层楼房是单人牢房，只有是被审讯的时候或者被处决的时候是关在单人牢房的，大部分人呢是关在一个多人牢房。我们看一下多人牢，这有点像马厩，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在这里啊，人被当作畜生一样看待，甚至连畜生都不如。很难想象，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面，曾经关押过2万多个人，他们以前面对的这些铁栅栏，是何等的绝望。这些画作都是当时的一个幸存者，7位幸存者当中的一个，最后在解救了之后画的。他们洗澡是很多人都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一根水管伸进来浇到他们的头上。在冲水完了之后呢，他们需要用短裤把这个水擦干净，然后晚上还睡在这里面。这里讲的是当时对宗教、对文化的一个迫害。当时所有的寺庙、教堂都被摧毁，甚至于这些寺庙、教堂用来存放尸体。当时的整个城市被摧毁了。前面这个照片是郊外的一个万人坑，也是杀人场。当时被执行这些死刑的时候，他们就被人告知啊，他们会到一个新的家园，所以这些人也是满怀着憧憬，坐上了卡车，然后随后呢就被带到一个坑的边缘，然后跪着，眼睛被蒙着，最后他们往往是被敲击头部致死的。这些发现的头骨啊，就是埋葬在这个 S21的里面的人，早期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而后期呢，随着他们处决的人越来越多，这里就放不下了，之后就转移到这个郊外的一个万人坑，就是我上面这张照片。他就是在这个7位幸存者当中的一位，然后这个就是 It's you， 这个就是他，这是他写的一个书，然后这里有一个画册。在这个纪念馆里面啊，人们用鸡蛋花围出了一个心形的一个图标，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再无战争。红色高棉夺走了柬埔寨人民一切值得珍惜的东西：家人、土地、食物和信仰。后来国际上把这个红色高棉定义为大屠杀。以前我们听到很多大屠杀都是2个国家或者是2个种族发生的，而这个红色高棉它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红色高棉的执政时间是3年8个月20天，人们把这个时间算得非常的精准，因为每一天都是非常痛苦的。虽然说越南人啊，当时把柬埔寨人从红色高棉当中解放了出来，但是越南从最开始的解放到后面逐渐的变成占领这个国家，甚至想控制这个国家。由于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因为他们这个历史上也是经常打来打去的，所以呢，现在他们的关系也没有太好。Killing Yeah, Killing go and back. go and back. 15. 15. 1-5. Killing Yes. But Grab just $5 Yeah, I one know. way. I know. $5. But so how much you tell me? It's okay. I go. You tell me first. $10. Ask me. I explain. 我从15美刀涨到13美刀，然后他会说会带我去这边逛一圈，然后去带我去看这边的景点。今天啊，我们要继续前往他们郊区的一个杀人场去看一看，因为当时在S21的时候，当时的他们的这个内所高中已经埋不下那么多人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在郊区开一个专门埋葬这些人的地方。就是我们昨天在最后一间教室看到的，上面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了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然后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在他们的教室墙上写的一句话，是说人不能太自由。我想说，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自由的权利，最后呢还时不时的有生命的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是不是就等同于人间地狱或者是
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都是一个监牢。所以直到今天啊，柬埔寨人对他们的货币还是不太信任。这个国家的货币有2套体系，一个是可以用美元支付，也可以用当地的瑞尔。但是因为在红色高棉时期取消过货币，这个郊区的杀人场距离市区呢是10几公里。这个就是门口。着装啊，不能穿太短的、太暴露的，不能露背。Hello, ticket, $6, include the. OK。你们知道吗？现在的时间是大中午的12点。我为什么要大中午来呢 ？Chinese。再拿到了一张地图，然后上面有标一个讲解的位置。OK，Thank you。我身后啊就是一个卡车站，这个卡车站呢运送的是从 S21被审判过、被定罪的人来到这里。他们来到这里之前啊，并不知道自己是过来送死的。当时为了他们能在运送过程当中不逃离，跟他们说的是你会被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很多人在这个卡车站啊，还对这个新的地方抱有非常大的憧憬，他们甚至渴望着幻想着与家人团圆，甚至于幻想着能有一个新的生活。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开启我们这个博物馆的一个第一站，而当时的很多人，可以说是将近2万人，在这里是最后一站。一开始运送到这里啊，每隔2、3天会有2到3辆卡车，每个卡车呢大概是有50人左右。那随着时间慢慢往后推移啊，每天都有卡车运送到这里，而每天运送到这里的人数呢高达了300人。他们被带到这里的时候，他们的双手是向后用手铐绑着的，然后他们的双眼是用黑布蒙着的。被卡车运来的很多人啊，在当天就会被杀害，但随着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之后呢，就是处决不过来了，他们就会把犯人啊关在这个小木屋里面。这个小木屋呢是由2层木头组成的，隔绝了光线跟声音。这些人啊，大部分是老师、医生、牧师，甚至于戴眼镜的人。他们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他们却被迫在 S21承认了他们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说偷了几个稻米，比如说甚至于承认他们是国外情报局的人员，甚至还供出了一些不存在的一些人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解脱，他们才能够被带到这里，结束他们在 S21的一些痛苦。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有站牌，只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牌，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房屋呢？因为当时红色高棉失败了之后，他们撤出了这里，周围愤怒的居民啊就过来把他们这个房屋啊能用的全部都给拆了拿走。这个小房子是记录当时运送过来的人员的一些名单，他们会把运送过来的人员一个个仔细的核对，以确保不漏掉任何一个人。这杀人场啊，以前又叫做琼伊克，它是以前的华人用来举行葬礼的一个地方。以前啊，华人就把棺材放在中间来缅怀他们的亲人。但是自从红色高棉以后呢，就没有华人在这里举办葬礼了，而是把这个亭子用作一个发电机存放的地方。他们需要为行刑的时候提供灯光照明，提供一些播放的一些音响的音乐，所以呢他们需要电。这里原来是有一个房子，用来存放什么呢？用来存放敌敌畏。当时啊，他们就把敌敌畏放在食物当中给囚犯，囚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吃下了食物，因为人非常饿的时候是不会察觉到食物有异样的。另外，他们还会在死去的人身上喷洒这种敌敌畏，来掩盖尸体的味道，也为了让人可以死透死绝。这棵树在柬埔寨叫光朗树，它是一棵非常普通的树。他们要节省子弹，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树上取这个树叶来给犯人割喉。这个就是曾经杀人用的树叶，这些原来是农民的农耕的器具，但是呢，在这里却成为杀人的武器，因为子弹实在是太昂贵了。这些是集体墓地。以前啊，它这些沟呢有5米多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壕沟啊慢慢的就变浅了。以前在这里发现了尸体，一共是有
8000，将近9000个。大的骨头、头骨都被收集起来了，还有一些小小的碎片呢，就散布在这里。所以呢，这边呢是不可以进去的。据说有时候下过一场大雨之后啊，很多碎片就会露出来。在这个地方还埋葬着166个没有头部的受害者。为什么没有头部呢？他们是被砍手的，因为啊，这些人都是当时红色高棉的士兵。当时的士兵其实也是受不了这么残暴的统治。其实据他们回忆啊，他们是很难下得了手的，非常难下得了手。然后有些士兵呢就受不了了，就会逃往就是柬埔寨跟越南边境的地方，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那这些人要是万一被抓到的话，全部都是处以斩首这样的一个极刑。当时啊，通知你成为红色高棉士兵的话，你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如果你反抗的话，你也会被抓起来。所以他们就是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所以都成了这个红色高棉的士兵。这些呢，就是当时死者身上穿的衣物，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甚至于小孩子的衣服。这些就是当时红色高棉的罪证的一个证据啊。这些衣物呢，碎片很有可能啊还散播在这个丛林里面，就是很可能在树枝、树干上面或者是树根上面会缠绕的一些衣物。每2、3个月，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会去收集一下这些布条和一些碎片。我身后的这棵树啊，就是当时杀害儿童的树。他们抓住小孩的脚，然后把脑袋使劲地砸向这棵树。发现这棵树的时候啊，上面布满了血液、脑浆、人体的骨骼。然后现在呢，就是很多人会过来啊，把自己的一些手绳、手串、幸运绳啊挂在这棵树上。在这个墓地周围呢，有非常多这个手绳。在这棵树旁，我还看到了很多人送的一些玩偶。当时发现这里的时候啊，看到树上这些脑浆啊、血液啊，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直到在旁边这棵墓地打开，他们瞬间就明白了。甚至于当时执行的长官，他被审判之后来到这个墓地的时候，都双膝跪下潸然泪下，一直在忏悔承认自己的罪。除了这边地上散布的大大小小的衣物碎片之外，人体的骨头的碎片也是非常多的。在工作人员也是每隔2、3个月就会来清理一次，就会来巡视一次。这些都是在地上捡到的一些骨头的一些碎片。有猜测啊，这些牙齿可能是被打击头部之后弹出来的，也有可能是尸体腐烂之后松掉的。这个罐子里面有一些碎片，这些碎片呢就是不断的发现，发现完呢就往里面放。我身后这棵树啊是菩提树。菩提树呢是非常神圣的一棵树，但是在这里呢，他们在菩提树上挂了喇叭，放着革命歌曲，放着音乐，混着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段音乐。那在夜晚呢，这棵树就是用来掩盖杀人的声音。在这里被杀害的很多人，这个声音就是他们听到的最后的声音了。这个是纪念佛塔，这里面安放着这边死去人的头骨，还有身体的骨头。这个佛塔呢，一共是17层，17这个数字就是当时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4月17日的17。另外啊，每年5月20日的时候是柬埔寨的纪念日，以纪念在红色高棉当中死去的人。以前啊，这个5月20日叫做愤怒日，但是后面改成了纪念日。真的是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希望这个世间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希望世界和平。琼伊克种族灭绝中心仅仅只是全国很多个杀人场当中的一个。这个全国的杀人场一共有200多个，300万人在这个种族灭绝活动当中惨遭了杀害。我不知道当时被运送到这里的人，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想一些什么？据一些数据统计啊，柬埔寨当时在这里死亡的外国人也是特别多的，因为外国人在他们眼里就是有罪的人，所以呢，当时的华人几乎被杀害了1/2。另外还有在这里的一些记者、留学生等等，这些人都惨遭了杀害。在1979年1月7日的时候，越南人占领了这里，把他们从这个红色高棉当中解救了出来。从此呢，就结束了这3年8个月20天的极端的残暴的统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正在环球旅行在柬埔寨，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咱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